千金难遇好主揪，万金难用好教学。欢迎来到给肥龙一盒桌游。在猎杀行动中，玩家双方将扮演德英两军，在二战的海战中角逐。究竟是英国先成功护卫货轮，或是德国能够偷袭成功呢？我们教学前段会介绍概念和流程，后段会讲解西部规则。如果你喜欢学习桌上游戏，欢迎订阅我们哦。或是你愿意支持我们，那欢迎使用超级感谢，还有加入会员哦。首先看到中央的设置，将地图放到中央，地图上方每格都有专属的编号、线索、伤害标记和骰子放到附近好拿处。接着就看到英国方的设置 ，H 和 K 舰队放到对应的格子上 ，G 舰队则放到06的格子。这三艘都以圆点面朝上放置。货轮板块全部放入袋中后，随机抽取2片。这2片左边显示的地点为起点，必须为不同的位置。若一样就重抽，抽好之后放到对应的点上。起始的位置位于箭头外面那一格。之后洗混英军的卡片，并抽取5张入手，然后拿取英军的帮助卡。接着就看到德军的设置，战机放到绿灯，也就是就绪格，燃料放到第0格。之后洗混德军的卡牌，并抽5张入手，然后拿取德军的帮助卡。将阿尔特马克号放在地图上任意一格，游戏中一格并没有标记数量的限制。然后拿取手机或是纸笔写下其中一格，这格就是斯佩伯爵将军号的位置。游戏中斯佩伯爵将军号直到被发现前都不会有标记，所以必须拿东西记录位置。游戏中需要告知相关讯息时，德军必须老实回答，因此新手建议玩英军。英军的目标是要护送5艘货轮到其终点，德军当然就是要炸烂5艘货轮。至于怎么炸，将会在行动种类的环节解说。这边先看到回合的流程，游戏将会从德军开始轮流执行各自的回合。德军非常单纯，就是出牌然后补牌。出牌的部分是打出1张手牌，通常可以选择当成行动点，也就是左方的数字，或是事件，也就是中央下方的文字来执行。若作为行动点，就可以拿来做行动，且完全无视下方的效果。能做什么行动将会在之后的环节提及。现阶段仅需记得行动点可以拆分给不同的行动，不一定要全部用在同一件事情上，也没有一定要用完。若作为事件，就看这张卡上写了什么，且完全无视左边的行动点数。但有几个比较特别要先提及的：战斗事件，此牌在最终决战时会有额外效果，不然平常只能当行动点数。强制事件，若非最终决战时仅能当事件打出，最终决战时仅看左边的点数。反应效果，这种效果代表对手做对应行为时可以打出来作为反制手段。最后是移除，若卡上有写明成功执行事件后移除，代表若此牌当事件且执行成功后就要永久移除，再也不会抽到。但移除的卡牌请不要放回盒子，请面朝上横置在各自的区域附近，因为某些行动将会看移除的卡牌张数。当德军出完1张手牌之后，就进行补牌的动作，将手牌补至3张。但若斯佩伯爵号与阿尔特马克号之间的距离在1以内，可宣告过后将手牌补至5张。但为了避免资讯曝光，德军也可以不要这样做。抽牌堆耗尽，洗混弃牌堆继续抽便可。而英军的回合是货轮出牌，然后补牌。其中货轮是将全部的货轮板块向其板块右边显示的目的地移动1格，若透过且仅透过箭头进入目的地的话，代表成功护卫。此阶段结束后，若地图少于2个货轮，就抽出新的货轮放到地图上，直到有2艘货轮为止。而出牌的部分与德军一样，可参考画面上的时间点回去观看。最后是补牌，将手牌补至5张。若不够抽，一样洗混弃牌堆继续抽就可以了。而英军的获胜方式是成功的护卫5艘货轮就可以直接胜利，反之德军成功击毁5艘货轮就会直接获胜。但若英军成功找到了佩斯伯爵号，上面的胜负方式将会作废，直接进入最终决战，双方将会进行5轮来定胜负。怎么判断跟寻找斯佩伯爵号将在后方的行动提及。接着就看到双方的行动种类，德军能做的行动有4点：航行，消耗1或2或4点来移动1、2、3格，但每艘船舰每回合仅能航行1次，但航行途中可以插入其他行动，其他行动的途中是不能插入行动的。另外，因为斯佩伯爵号的位置是隐藏的，因此为了混淆对手，就算宣告花费点数移动，也不一定要走满这个格数。例如画面上我花了2点，但却只移动了1步。德军请务必好好记录此船舰的移动轨迹。之后是攻击，若斯佩伯爵号与任何1艘货轮在同格，可消耗2点，公开斯佩伯爵号的位置，并尝试攻击同格的1艘货轮。若有多艘可以自选。投掷1颗骰子后，
若为5以上，代表攻击成功，将货轮放到德军玩家面前。而在掷骰前，玩家的战机落在绿色格，可将之放到黄色格，代表出勤，可以让此次掷骰点数加2，也就是直到3以上就会获得成功。下一个行动是修复，修复在黄色格的战机，消耗1点并掷骰。假设德军现在移除的卡牌张数为 N， 掷骰后若为 N 加，代表着修复成功，将战机放回绿色格。若失败，则将战机放到红色格，代表永远的失去战机。最后，德军有个储存的动作，可以将本回合没用完的点数储存在燃料区，最多可以存2点。这些点数可以在后续的回合当行动点使用，同个回合也没有使用的次数限制。接着就看到英军的行动，首先航行与德军差不多，但是航行只能移动舰队，每艘舰队每回合依然只能移动1次。下一个是搜索，消耗1点后，指定1艘自己的舰队并掷骰，若为5以上，且德军的斯佩伯爵号恰好在此点，代表搜索成功，游戏直接进入最终决战的环节。这个环节后面会再讲到，否则无事发生。下个是情报，消耗1点，弃置1张下方有望远镜或雷达符号的卡牌，每个望远镜可以让本回合的搜索骰数加1。对于每个雷达，德军必须把雷达标记放在斯佩伯爵号1格之内，且无阿尔特马克号与其他雷达标记的位置。只要斯佩伯爵号一移动，就移除场上所有的雷达标记。最后，英军能做的行动是增援，此行动每回合最多执行1次，消耗2点，将1艘待命区的船舰往右推1格，若推出去了，就放到06格上。推出去的船舰除了会提高搜索效率之外，也可以增加最终决战的优势。最后讲解最终决战的环节。若英军成功透过搜索行动找到了斯佩伯爵号，就会立刻进入最终决战。在最终决战开始前，双方立刻将手牌补满至5张，之后再也不会补牌，然后就进行战斗判定。双方自选1张手牌，面朝下放在自己面前，之后同时翻开，双方比拼卡牌的点数。英军场上所有的舰队上方显示的数值将加入结果。若卡牌是战斗事件，记得额外结算事件效果。结算完毕后，将受伤标记放到受伤轨上，点数较低的那一方平手就不用放置。双方弃置这张牌，然后重新盖1张牌，并重复结算这个流程。而在5张牌都打完之后，且必须打满，德军的受伤若小于英军，则德军获得胜利，其余由英军获得胜利。有些状况可能会让英军直接获胜，详情有写在卡牌上，请自行注意。以上是猎杀行动的所有规则，下方看到游戏的心得总结。猎杀行动是款不对称的2人游戏，德英双方都有不同的战术考量，进入最终决战的时间点也非常重要，是款双方都必须判断场面的游戏。究竟这场海上的战争将会由谁获得胜利呢？就等玩家们自行来体验了。这次的教学就到这里，如果喜欢，请帮忙按订阅、喜欢和留言。每个礼拜2晚上给肥龙一合作的频道都会有新影片，那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